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节目，我是 Alex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：一个年轻大学生如何在一夜之间，从前途无量的青年跌入冤案的深渊。这不单是一个人的悲剧，更是日本司法制度阴影的写照。你可能听过日本刑事案件有99%的定罪率，听起来好似一个近乎完美的司法系统，但背后的真相会令你毛骨悚然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事件，揭开正义被蒙蔽的真相。2018年，大阪的盛夏，21岁的大四学生祥太正处于人生的巅峰时刻。他独自在异地读书，成绩优异，已经拿到3间知名企业的录取通知。那天黄昏，祥太做完兼职，心情轻松地走回家，脑海里满是对未来职场的憧憬。谁知，在一条宁静的街角，几个陌生男人突然拦住他。他们拿出证件，滋贺县大津北警察署的刑警，还拿着一张逮捕令。祥太呆住了，抓我？为什么？他脑中一片空白，心跳快速似打鼓。带头的刑警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不用讲这么多，跟我们走。”话音未落，冰冷的手铐已经扣住他双手。祥太的世界在这一刻崩坏。他被指控参与一个诈骗集团，涉嫌向老人骗取200万日元。警方一口咬定他是主谋，因为2个已经被捕的嫌犯指证他是幕后指使。但祥太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确实认识其中一个嫌犯，但只在兼职地方闲聊过几句家常，怎么会知道对方背后牵涉诈骗集团？他立刻和刑警解释：“我真的没做过，一定是搞错了。”但刑警不耐烦地挥一挥手：“好了，有事回警局再说。”祥太被押上警车，送往滋贺县的拘留所。在那一刻，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跌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，青春的光芒就这样被黑暗吞噬。当晚，祥太被带到拘留所，在灯火通明的审讯室，3个刑警围住他，目光似刀般锐利。带头刑警问他：“老实招认吧，你指使了他们诈骗几次？”祥太急得满头大汗：“我真的没做过，与我无关。”但他的辩白只换来一阵冷笑。刑警拍桌大喝：“不要再装了，你的同党已经全部招认。”原来警方为了定罪，早就串通了2个嫌犯的供词。他们先诱导第一个嫌犯诬陷祥太，说是他指使，之后再将这份供词透露给第2个嫌犯，引诱他说出同样的说法。就这样，2份证词被炮制出来，成为逮捕祥太的唯一依据。真相、证据，在警方眼中完全不重要。接下来是祥太的地狱般日子。他每日被关在狭小的牢房，没有律师陪同，没有家人探访。警方轮番审讯他，每次长达数小时，有时怒吼恐吓，再不认就关到你死。有时又装好人，诱导他认了他，判刑会轻点。祥太咬紧牙关，坚持清白，但换来的却是更恶劣的辱骂。有一次审讯，他身心疲惫，对面的刑警竟然打瞌睡。祥太望着这一幕，心如刀割，自己的人生为什么会被如此轻率对待？更离谱的是，检方还声称有监控录像拍到他行骗，但这些所谓证据根本是无中生有。为了不让祥太有机会获释，警方用了一招在日本恶名昭彰的人质司法。当拘留期限快到，他们就用另一条类似罪名再次逮捕祥太，前后反复4次，目的只是将他继续关押。整整10个月，祥太被困在冰冷的牢房，与外界隔绝。他的大学生活被迫中断，原本拿到的工作机会一个个被取消。亲戚朋友由最初的震惊慢慢变成怀疑，他会不会真的做了坏事？更糟糕的是，部分媒体在报道中公开了他的真实姓名。一夜之间，祥太由前途无量的大学生变成声名狼藉的嫌犯。在孤独的牢房，他经常失眠，脑海浮现父母失望的面容。唯一支撑他的信念是：我无罪，我一定要洗清冤屈。2019年深秋，案件终于开庭。站在被告席的祥太面容憔悴，但眼神坚定。他的律师和家人从未放弃，找到了关键证据。开庭审讯中，律师逐一拆解检方的指控，2个嫌犯的供词漏洞百出，细节雷同，显然是警方诱导编造。那个所谓的监控录像根本无影无踪。更重要的是，祥太一方提出了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。案发当晚，他在大阪一间棒球打击场和朋友一起练习，有多位证人和消费记录可以证明。当这些证据呈上法庭，全场哗然。祥太望着法官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。
随着庭审深入，真相一层层揭开。两个嫌犯为求自保，不惜诬陷无辜，而警方在办案时严重失误，没有任何直接物证可以将祥太与案发现场联系起来。检方的指控只靠2份不可靠的口供支撑。在法庭的严格盘问下，检方的证据漏洞百出。最终，审判长严厉批评警方的办案手法，说他们武断且粗糙，还要求相关单位深刻检讨。随后，合议庭一致宣判祥太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听到无罪2字，祥太泪流满面，压在心头的巨石终于落地。他的母亲在旁听席放声大哭。这一刻，他们等得太久，太痛苦。走出法院，阳光洒在祥太脸上，他抬头望天，鼻头一酸，终于流下男儿泪。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，他哽咽地说：“谢谢支持我的人，帮我找回真相。希望警方以后不要再这样对待无辜的人。”他的律师也愤怒地批评警方，他们本末倒置，为了凑齐供词，不惜误导嫌犯，编造故事，完全无视真相。无罪判决是一个胜利，但背后的真相令人心寒。滋贺县警方和大町检察厅对判决毫无悔意，只冷淡的回应侦办过程无不当。他们连一句道歉都没有给祥太和他的家人。这种冷漠的态度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。有网民怒斥警方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人生，连一句道歉都没有。检方办案马虎又傲慢，讲句调查适当就想推卸责任，太无耻。但为什么一个无辜的人会这么轻易被卷入冤案？答案可能藏在日本司法的惊人数字里。刑事案件的有罪率高达 99% 以上。根据统计，2018年全日本地方法院审理近5万名被告，只有105人获判无罪，比例不到 0.2%。这个数字表面上好似证明日本司法无懈可击，但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可怕的现实：日本检察官有绝对的起诉裁量权，他们通常只会在确信能定罪的情况下才起诉，证据不够就不告。这种做法令法庭收到的案件本身已经带有筛选偏差，几乎预设被告有罪。法官也受这种氛围影响，对检方过分信任，忽略了严格审查证据。有经验的法官甚至坦言，在法庭上 99% 的被告是有罪的，所以我们倾向先入为主地认定他们有罪。这种思维等于将无罪推定的原则彻底颠倒。更深层的问题是日本司法的人治司法和自白偏重文化。人治司法是指警方用长期拘押逼嫌疑人认罪。在日本，嫌疑人在起诉前最多可以被拘留23日，但警方可以通过再逮捕新罪名，无限延长拘留期限。在无外部监督的环境下，嫌疑人好似人质般被操控，只要不认罪，就继续被拘留，关到你屈服为止。祥太的10个月拘留就是这种做法的受害者。而所谓自白偏重，就是指警方过分依赖嫌疑人的口供，忽视科学办案和物证搜集。一旦有人在压力下做出虚假自白，冤案就可能发生。祥太的故事并非个别事件，在同一个滋贺县，还有一个更令人心碎的冤案。2003年，滋贺县一间医院高龄病人离奇死亡，警方怀疑看护助手西山美香拔掉呼吸器，控告他谋杀。西山有轻度认知障碍，在高压审讯下被逼认罪。2005年，他被判12年监禁。在狱中，他失去家庭、青春，患上抑郁。2017年，新证据显示病人自然死亡，喉部淤痕是医疗造成。2019年，西山获判无罪，但已44岁，人生被毁。他含泪控诉警方卑鄙手段。这宗冤案揭露日本司法逼供乱象。下次有机会，我再向观众朋友详细讲述以上事件。祥太的故事唤醒了日本社会的良知。网民在网络上怒斥警方毁了无辜者的人生，连道歉都欠奉。司法制度这么黑暗，怎么对得住受害人？西山案和其他冤案的曝光，令公众开始质疑 99% 有罪率的合理性。媒体和律师团加强了对司法的监督，呼吁改革。2016年，日本在部分重大案件引入可视化审讯，即使要求审讯全程录音录影，防止逼供，但覆盖范围仍然有限。有律师成立了拒绝审讯权之会，鼓励嫌疑人在律师建议下行使缄默权，抵制不公审讯。2023年，库田研案的无罪判决，他因冤案坐了48年牢，更加震撼全国。库田是日本战后坐冤狱最长的人，他的故事揭露了警方伪造证据和逼供的恶行，迫使法务省承诺研究再审法改革。虽然制度改变缓慢，
但希望的火种已经点燃。越来越多的年轻法律人加入冤案救援组织，为可能无辜的受刑人寻找新证据。公众的监督也令警方和检方不敢再肆意妄为。北九州市立大学的水野洋一教授说，99.9%有罪率的背后是司法的结构性问题，长期拘押、逼供和自白偏重，令无辜者蒙冤的风险无日无之。这些话是对过往教训的总结，也是对未来的警示。香泰和西山的故事是无数冤案受害者的缩影，他们的泪水和坚持唤醒市民的良知。司法的荣光不应该建立在99%的有罪率，而是要确保没有一个无辜者蒙冤。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绝不可以缺席。每一桩冤案的曝光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。在日本，无数法律人、记者和普通市民正用自己的行动推动司法改革，守护真相。作为观众的你，也可以成为正义的一份子。如果你被这个故事触动，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感受，或者点赞、订阅，将这些声音传得更远。下期节目我们会带来另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